邻居经常骚扰我妹妹，并且还发出奇怪动静，物业不管，报警也只是口头警告。他还威胁我妹妹，要是敢报警，让她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下午妹妹跑回家，不敢再回去住，我代替妹妹搬到了出租屋，晚上得像猪一样的怪叫出现。我拿着磨好的菜刀，一把拉开门，扬起手就要剁下去。那人被我吓得尿了裤子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那天后，我便成为他们一家的眼中钉肉中刺。妹妹哭着跑回家，抱着我一顿痛哭。等她缓和情绪之后，我才知道前因后果。妹妹从小没离开过我，大学毕业想着出去锻炼锻炼，就在公司附近租了个小房子。本来高高兴兴的享受独处时光，却被隔壁猥琐大叔盯上了。刚开始只是言语骚扰妹妹，妹妹骂了他2句，便被他记恨上。每当妹妹下班回到家，他拎着酒瓶子在防盗门外做出不雅动作，还一边嘴里哼唧。妹妹忍无可忍报了警，却没有证据。那男的矢口否认，反而说是我妹妹诬陷他，要精神损失费。附近派出所早已经知道这男的是个什么东西，只能跟妹妹说趁早搬出去。这男的无赖得很，妹妹还被他威胁，吓得妹妹半夜回了家。我当机立断让妹妹搬回来住，出租屋也不能浪费，毕竟交了房租，所以我去住。搬进去第1天，应该是听到我来回关门声，那男的鬼鬼祟祟从屋里出来，脱下裤子对着我的门，边尿边说，小丫头骗子，还有胆子报警，我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我摸了摸菜刀，等他尿完，猛地拉开门，对上一双3角眼。那男的浑身肥肉，头发邋里邋遢，嘴里叼着根烟，见我出来，眼里闪过兴奋，晃了晃手里那2两肉，哟，小妹妹在家呢，快来让哥哥看看。我嘴角向上扬了一下，拿出背在身后的菜刀，抬起手对着他的2两肉砍去。啊！男人动作来得快，猛地提上裤子，被吓得当场尿失禁，屁滚尿流的跑回家中。拉急！我收起菜刀回到家。不过半个小时，帽子叔叔敲响了我的门。你好，请配合调查。那男的看我出来，拽着帽子叔叔的手术，我发疯到处砍人，把他吓坏了，要我赔偿精神损失费，这是污蔑。我从下班回来到现在就没出过房间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拿刀伤人了？我这么柔弱的一个女孩子，连杀只鸡都不敢，还说杀人？大叔，你不会为了报复我吧？我揉了揉眼睛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这将可真烂眼睛。赵大勇，再报假警，我必追究你。帽子叔叔也很不愿意管他家的事情，口头警告他，要是再报假警，就拘留他。赵大勇缩了缩脖子，悻悻而归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便被赵大勇一家记很少了。门口天天堆着垃圾，剩菜剩饭全倒在我门口，半夜更是过分，哐哐敲墙，还发出那种让人作呕的声音。垃圾扔我门口一次，我准备1大桶胶水往门上一泼，把垃圾进手扔回去，沾着整个门都是。等到晚上更有意思，每当他在隔壁发出那种声音时，我穿上一条红裙子，脸抹得煞白，一手拎到2胡，一手提着板凳，坐在他家门口，边拉2胡边哭。你大半夜的是不有病？赵大勇忍无可忍，推门看我坐在他家门口，惨白了一张脸，带着黢黑的眼球直勾勾盯着他，走廊灯光阴阴暗暗的，吓得赵大勇大声喊吧。他家的老太太见我这样也吓得不轻，赶紧把他儿子整回家。我嘻嘻咧嘴一笑，接着拉2胡，直至天亮才回屋补觉。赵大勇家老太太找到房东，说我的情况，可我早打听好了，这楼上楼下基本上都被赵大勇一家欺负走了，房东也不想在这住，房子卖也卖不出去，每次租出去不出1个月必退租。眼下看我能治住这无赖的一家，乐呵的给我房租减免了1半，听了我的遭遇，还给我换了个更结实的门。房东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搬走呢？接连几天我都是白天睡觉，晚上拉2胡。赵老太太忍无可忍，一大早敲我的门，说自己被气得浑身都疼，心脏病被我吓出来了，要去医院，让我负责，还得让我拿钱。我被他拽着胳膊出门，这老太太在生怕我跑，只要该死死掐住我，在电梯里对我骂骂咧咧。我低着头颤抖着肩膀，一副被吓到的模样。出了单元门，走到小广场，我扯嗓子喊人，叔叔阿姨，救救我！我做事往地上一倒，硬挤出眼泪来。赵老太太猛了，伸手拽着，我想把我拽起来。哭什么哭？你还有理啦？赶紧陪我上医院，我要是犯病了，信不信我告你？各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我好好的在家睡觉，这大娘敲我们，硬说是因为我她心脏病犯了，要我跟去医院付医药费。你们看，这像是生病的样吗？我怀疑她是人贩子，想把我带出去卖掉。不是的，你们别听她瞎说，这小姑娘心眼忒黑，吵了老婆子睡不着觉，还拿刀砍我儿子。呸！你儿子天天骚扰我，我躲着还来不及呢。你别想污蔑我，住在这里的基本上都知道，姓赵的这一家是个什么德行。虽然站在我这边，对着赵老太太指指点点，你们别多管闲事，不然让你们好看。我躲在一个大娘身后，跟她中间产生距离，看着她捂着胸口，恶狠狠地瞪我，冲我走来拽着我，一边拽着我一边说自己胸口疼。我冲着她露出胜利的笑容，然后捂着胸口往后一倒，通了一声倒在地上，随后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。在场的见物这样，打120的打120，还有掐我人中的。赵老太太当时懵逼在原地，想趁乱逃跑，被看到的人拦住。我全身做了检查，大毛病没有，小毛病不断。由于我到医院时已经清醒的差不多，但我晕倒是事实，都被邻居看在眼里。医生给我下的诊断，大脑异常放电等多项诊断。赵家母子这几天的日子也不好过，赵老太太天天在家担惊受怕，怕我真要出什么事，她这么大岁数还得去牢里受罪，每天跟楼下老头老太太打听我的情况，
听到有人说我已经找了律师，势必要他付出代价，这下赵老太太彻底慌了神，赶紧回家跟赵大勇商量对策。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，只觉得我身体太弱，连累了他们。赵大勇还指望着母亲给自己娶媳妇呢，怎么能看他真进的局子，便打听到我的病房，提了一箱灵气牛奶跟当季便宜的水果掌上门。我脑袋上缠着纱布，坐在病床上啃苹果，看他俩进来，哟，正愁找不到人呢，这不自己送上门了。赵大勇手指着我，张嘴就要骂人，被赵老太太伸手拦了下来。闺女啊，也不是故意的，俗话说得好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这事就让他过去吧，以后咱们两家好好处，互相帮衬着，你说是不是？边说边把那多水果放在地上，你给你买了点水果，多吃点水果补充营养，好早点出院。出院了去一家吃饭，你做饭很不错呢，你看你这么瘦弱的小姑娘，自己在外面生活多危险啊，以后你就是一的亲闺女，有什么事就跟你大勇哥说，嘴上说的为我好，话锋一转说自己这一辈子有多么苦，从小没了父亲，结婚没几年，丈夫也去世了。我被烦得不行，伸手打断了他后面的话，老太太，你这说的就不对了，你过的苦也不是我造成的，犯不着跟我说，还有我认识你们两个之前，日子过得顺风顺水，我可没被别人欺负过，就被你们俩欺负了，这不打不相识吗？你就大人有大量，别追究我了。赵老太太不好意思，低头扯了扯嘴角，抬头看我的时候，带着祈求的眼神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呀，那你们走吧，我本来也没打算告他们，费事费钱不说，还给帽子叔叔增加负担，况且当时是我装的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赵大勇见我软硬不吃，怒了滚犊子，我按了呼叫器，麻烦护士请保安把两人带出去。我出院半个月后，赵家母子见我没有下一步的动作，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赵老太太还记着在我那吃的饼，她心里认为我没有告他们，是怕了他们，便没有刚开始那几天的嘘寒问暖，见到我也只是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。我也懒得理他们，我当初不告他们，不是为了让他们感激我，而是觉得他们本性难移，并不会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错的，所以我想看看他们两个还能再耍出什么花样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赵家母子就开始着手报复我，先是拉我电闸，后在半夜时用木棍砸我的门，在我门口写上诅咒人的话，因为他们觉得我孤身一人不敢报警，怕惹到人。从出院那天我就在门上按了监控，还在走廊上方按了一个隐蔽式的监控，这下360度无死角，把他们所做一切全方位录了下来。赵老太太把捡的纸壳垃圾堆放在我的门口，甚至把鞋架搬到我门口，堵住了门。就当我给物业打电话时，物业一听是赵大勇一家，便敷衍了事，都知道这家人是什么样，惹上就像狗皮膏药一样，甩也甩不掉，所幸充而不稳。我笑了，既然你们不管，那发生什么都别怪我了。赵大勇每日拎着酒瓶子，嘴里叼着烟，在我门口楼梯上一抽好几个小时。我找到了规律，在他拿着酒瓶子又出现在我家门口时，我拎起特意买的臭豆腐汁，特意留了好几天，打开门一股脑全倒了下去，趁他没反应过来时，猛地把门关上，隔了好几天的臭豆腐水，那个味道简直了。赵大勇被味道熏得直干呕，慢慢缓过来之后，站在我门口哐哐串门，边串门边骂人，嘴里尽是些污言密语。我也不是吃素的，在门内张口就骂，我可没你这么不孝顺的儿子，天天把妈挂在嘴边，长得又老又丑，天天提着那二两肉，狗看了都得跟你比大小，老鼠看了都有自信了，有能耐你出来，看我不弄死你。你早上嘴里吃大粪了吧，这么舍不得你妈，赶紧回去抱着去。我俩对骂声音比较大，不少围了上来看戏，看赵大勇浑身臭烘烘的，简直高兴得不得了。赵老太太眼看着自己儿子受欺负了，之前还记得我手中有他把柄的事，可眼下再也忍不住了，出来跟他儿子一起骂我。我也不是吃亏的主，他俩在门口骂，我就在屋里骂，不说比谁骂的脏，主要是能气到他们我就知足。最后物业上来了，一直跟我沟通，意思让我跟他们道个歉，我被气笑了，你再闭，我连你一起骂。物业经理瞬间闭了嘴，直到两边都惹不起，只能跟赵家赔笑脸，拿了2桶洗衣液给他们，母子俩这才回了家。我看着这一幕，终于知道赵家母子这般嚣张了，感情谁恨谁有理。那日看热闹的邻居，有人通过告诉我，赵老太在外面诋毁我的名声，我问了地址，回屋拿了把小凳子，连了一包瓜子零食，直奔邻居所说的那个小广场。看着赵老太太被4、5个老太太围着，张牙舞爪的在这生动形象的表达，我直接走过去，坐在她面前，拿起瓜子就开始嗑，说啊，怎么不说了？你说我说的这么生动形象，好像你亲眼看到了一样，这回我来了，快说，让我听听我都干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了。赵老太太没想到我会这么较真，从来都是在背后蛐别人，没当面蛐过，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不说啊，那我说了，我扔掉瓜子皮，从口袋里拿出个小喇叭，各位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。最近八卦大新闻是关于我邻居那个恶毒老太太的，你们都不知道吧？这老太太年轻时候老伴就没了，从那之后身边男伴都没停过。听说她丈夫是发现孩子不是她的，被活活气死了。你胡说什么？给我闭嘴！赵老太脸一黑，伸手就要抢我的喇叭。你们不要听这小蹄子瞎说，这都不是真的，这是道真真假假谁知道呢？毕竟谁都不知道那个老太太到底有多少个男朋友啊。听说她的儿子是因为那方面不行才没结婚的，不然快40的人了还在家啃老，就她还拿着当个宝。我边跑边说，绕着赵老太一圈一圈跑，围上来看热闹的也越来越多。赵老太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，也抓不到我，急得在原地直跺脚。
真是不知道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。欲听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说完了，见他吃饼，心情也美丽了。我要告你匪当。赵老太急了，想要扑上来挠我，被我一个闪身闪了过去。你告啊，我就讲个故事，又没说你名提你姓的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还是说你就是这故事里的主人公？真是没想到啊。赵老太这才反应过来，对呀，没说名字没提醒的，就算告他也是告不赢了呀。老太太，身体不好就别激动了，你告我告不了，我告你可是一告一个准，要不要试试？人群不知是谁发出一声轻笑，随后笑声此起彼伏。赵老太最后灰溜溜的走了。这几回合下来，赵家母子不敢在明面上对我下手了，背地里想阴招。妹妹给我打电话说，有人匿名举报他，说他态度不好，吓唬老人，不尊老爱幼，希望领导赶紧给他开除。可领导也不是傻的，我妹妹啥样的人，领导最是清楚不过，知道这是有人背后捣鬼，便把这件事跟我妹妹说了，希望能自行解决。毕竟我妹妹只是后勤部的一个小总管，出风头的事也用不上她，所以这封举报信并不影响。可他们影响到我了，毕竟谁让我妹妹过得不痛快，那我必定千方百计的还回去。我找了朋友，让他接近赵大勇，我这哥们也是给力，当天就给我安排上了。赵大勇在小区门口的烧烤店吃饭时，我哥们跟他的哥们坐在了赵大勇旁边。哎呦，陈哥，现在都带上牢了，这是发财了呀？有啥赚钱的买卖，怎么不告诉你弟弟我呀？你看你这吃肉，我也想喝点汤啊，这是啥话？我赚钱了还能忘了你吗？拿去给自己换一身行头，别一年到头就是几件衣服。一沓人民币拍在桌子上，看着赵大勇是目瞪口呆，他就没见过这么多钱。看俩人凑到一起，赶紧往身边凑凑，生怕听不见赚钱的路子。我最近在炒股，赚了吧？还赚不少呢，哥们儿，你们说的挣钱买卖能不能教教我？赵大勇看到那车钥匙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已经在脑海里想象到自己开着名车，住上别业的神仙日子。我哥们一看，这是上钩了，摇摇头，抱歉啊，我们俩在闲聊，哪有什么赚钱的法子，现在的钱多难赚啊。赵大勇才不信，心里冷哼，不就是炒股，他都听到了，别人都行，自己也行，点了好几个菜，也没心情吃饭了，刚要喊服务员打包，转念一想，自己马上要成有钱人了，打什么包？回到家中的赵大勇找赵老太太借钱，赵老太太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就剩10几万的养老钱。儿啊，妈没钱了，你找个班上吧，好吗？咱俩不能坐吃山空啊。赵老太太虽是你爱孩子，但并不想把棺材底都拿出来给他挥霍。妈，我知道了赚钱的招，这才找你借钱。你放心，等我挣了钱，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赵老太太最开始并不相信，可赵大勇上下嘴皮子一碰，什么好话都往出说。赵老太太见他不是撒谎，还是不确定的问了嘴，儿啊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妈，赚钱的机会都摆在我面前了，要是错过了，那才让人后悔一生呢。赵老太太被说服了，拿了2万块钱给他。赵大勇虽然抱怨少了些，但还是揣在怀里，毕竟有总比没有强啊。在赵大勇沉迷炒股的这段日子，没有功夫来找我的麻烦，毕竟赚钱为大。短短半个月，赵大勇身穿名牌，不仅买了车，还了条大金链子。邻居经常调侃赵大勇只说做点小生意，赵老太太这回全身上下哪都不疼了，腰杆也直了，手上戴着大金镯子，逢人便说自己儿子有能力还孝顺。这一切都看在我眼里，只觉得奇怪。我跟我哥们打电话，问他最近有没有疯涨的股票，他说哪有啊，要是我早辞职不干了，干脆在家炒股算了。得到了回答，可心里还隐隐约约有些怀疑，这些钱都哪里来的呢？赵老太太可没这实力。我托人打听了下，不过3天时间便得到了回复，赵大勇用那2万买了股票，运气也实在是好，赶上好时候，几天便挣到好几千，涨到了甜头。赵大勇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挣钱的机会，便回家求赵老太太把钱都拿出来给自己炒股。赵老太太回见到回头钱，觉得自己儿子长大了，便把所有钱都拿了出来，可这些对于赵大勇来说远远不够，便去借了高利贷，金额都不是小数。赵大勇把这些钱一股脑全投进了股市，不得不说他运气真是好，赚了不好。我听到这只觉得不可思议，想不到赵大勇人品不行，采约还可以。知道了原因，我就没再关注他，我们两家老死不相往来，谁也看不上谁，妹妹也不想再回来住，所以信我躲出来散散心。来约半个月后的中午，我在屋里睡午觉，听到门口有宽宽的砸门声，吓得我一激灵，还以为是那对母子又犯病了，起身穿好衣服，便怒气冲冲的打开门。你们是谁啊？脏话刚要脱口而出，打开门见砸的不是我的门，睡衣瞬间消失，只想着看热闹。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收债的，他家一个叫赵大勇的，借了我老板的钱，现在逾期了，这不来问问怎么回事？说话那人文质彬彬的，完全看不出是来收债的。没事，你们请便。说完我便回到了家中，关上门，打开监控开门口的情况，怪不得最近赵大勇这么消停，原来是惹事了呀。敲门声持续半个小时，赵老太太正巧溜弯回来，见4、5个壮汉把自己家围上，你们谁呀？在楼下就听到砸门声，这门不是你家的，给我砸坏了，得赔。老太太，赵大勇是你儿子吗？是啊，你承认就行了，这是你儿子在我们公司签的合同，借了50万，现在逾期了，连本带利加在一起这个数，你想想怎么支付？说话间，几人罗布把老太太围住，你没有什么证据，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赵老太太肩直阵仗，你是慌了神？行啊，听不懂是吧？给你说点能听懂的，你儿子拿这套房子做抵押，借了50万，现在逾期，
3天之内钱还不上，这房子就要易主了。老太太一听，坐地上痛哭流涕，这混账东西，我就这么点家底了，全对我办活进去，是想要我这条老命吗？还要他爹呀，你看看这孽障，不行，你给他带走吧。老太太有功夫哭，不如想想对策，筹筹钱，3天之后我还会来的。收债的人走了后，赵大勇才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妈，你快起来，混账羔子，我怎么不在你出生时候就掐死你？这是你爸留给我唯一的念想啊！你说抵押就抵押出去了，钱呢？我问你钱呢？赶紧还给他们，别再让他们来了。妈，你先进来好不好啊？钱这些钱都没了，我以为那只股票会赚钱的，谁想到越低越快，我根本来不及，我把所有钱都投进去了，哪里还有钱了？赵大勇这些天没敢出门，就是怕被追债的补助。赵老太太一听，差点没气过去，拿着扫帚对着赵大勇连抽好几下，可以眼下就是抽死他，也无济于事。赵大勇不知用什么方法，追债的3天后并没来，可我却等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。敲门声响起，我起身去开门，见赵老太笑呵呵地拉起我的手，姑娘，咱们都住对门这么长时间了，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闹也闹过了，大娘实在觉得咱们两家没必要这样，离之前要好好相处啊，应该互相帮助才是，你说对吧？我不需要。黄守郎给鸡拜年，没样好心，我想要抽回手，却被赵老太死死地攥住手，完全挣脱不开。姑娘啊，大娘知道错了，你大哥的事想必你已经听说了，现在他躲在外面，根本不敢回家，家里只剩下我这么个糟老婆子，实在冷清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大娘刚做好饭，你来尝尝大娘的手艺，跟大娘说说话。说完，拽着我的手就走。我也想看看他到底要耍什么花招，便跟着他走了。陈旧装修的客厅里，饭桌上摆了一桌子的菜。姑娘，喝点水。赵老太给我倒了杯凉开水，我说一声谢谢，当着他的面抿了一口。喝完水之后，赵老太得意地笑了。赵大勇穿条内裤就从卧室里走出来，小倔人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会落在我手上。姑娘啊，经过这段时间相处，大娘也是真喜欢上你，我儿子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你嫁过来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说完，拎着包就想出门，眼看着赵大勇离我越来越近，我默不作声地戴上一旁的一次性手套，在他走到我面前时，拎着酒瓶子对着他的鼻梁狠狠砸了过去。啊！赵大勇捂着鼻子哀嚎，鼻子很快涌出血来，嘴里还慢慢咧咧的。赵老太见自己儿子挨打了，张牙舞爪冲我扑过来，我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，我拿起板凳对着赵大勇的膝盖砸了下去，对着他的2两肉一脚跺下去。主意打到我身上了，告诉过你们多少次，别惹我，怎么就不听话呢？赵老太苦苦哀求我放过他儿子，我连你都不想放过，还说你儿子呢。我边揍边想着妹妹教我的穴位，就找看不出伤的，但是碰一下剧疼的位置，直到打累了我才脱下手套报警。听到警笛声响起，我3抬头发揉了揉，往下拽了拽衣服，拿起啤酒瓶子对着脑袋就是一下，躲在角落瑟瑟发抖。直到帽子叔叔上来，我被暖心的姐姐抱在怀里安慰，这才放声哭。赵家母子见我这样傻眼了，说自己才是受害者，他们身上的伤都是我打的。胡说，你分明要下药害我，你身上的伤分明是你妈打的。我把赵大勇借高利贷被追债的追到家，中等一系列的事情都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。帽子叔叔很快在赵大勇手机里找到一条聊天记录，这我才知道，原来赵大勇想把我卖了换钱。帽子叔叔又带上了一份监控，正是我暴揍赵家母子的监控。试测，没心思这俩人还在家装监控，可我硬说不知道，不记得。我找的律师也很给力，把我的病历调出来，双向情感障碍、精神分裂症。这报告单一出，赵家母子傻眼了，赔偿没要到，我也没坐牢，挺多赔点医药费。由于买卖不成立，赵家母子被放了出来，我们双方签署和解书，这事就算了，可没有货源让他卖，他没钱还钱，房子最后终究是没保住，自己则跑到外地，再也没回来。剩下的老太太租了地下室，天天卖破烂赚点钱。从那以后，每次见到我都绕道走，受不了邻居的指指点点，没多久就搬走了。而我依旧住在这个出租屋，他们家搬走后，楼上楼下陆续来的好几个邻居，虽然不过多接触，但见面都是和和气气的。全文完结。